网恋对象声音贼好听，听了就想结婚。网恋1年，我们奔现。他说他蓝色牛仔裤，白衬衫，手捧玫瑰花。我看着不远处超紧身破洞牛仔裤，贴身白衬衫，举着一朵耷拉玫瑰花，还顶着油头黄毛细狗般的精神小伙，拉黑删除逃跑一气呵成。结果公司新上任的老板，这声音怎么和我网恋对象一模一样？后来公司年会，他抽中了真心话。我原来网恋过，但是被他抛弃了。陆舟一上台就收获了众多女粉丝，外在条件极为优越，看着就让人赏心悦目。好友小美说，要是他要我加班，我心甘情愿。我嘴上说着，只要有加班费，让我干什么我都行，心里却在想，要了命了，一定是失恋让我精神错乱。台上的陆舟，说话声音怎么和我那相亲对象一模一样？我仔细听了那日日夜夜腻歪过的声音，胸中燃起了熊熊怒火。恋爱算什么？工作最重要。可天天让我听这样的声音工作，这不是要我命吗？我突然想到了那天见到的相亲对象，不禁心里默默叹了口气。新官上任，陆舟请公司所有人吃饭，好巧不巧，这人就坐在我正对面。还没开席，小美凑过来问，宋小小，你那个网恋对象怎么说的？怎么没见你这2天聊天了？你不是去见面了？我想到了我难产的爱情，直接小声说，别提了，吹了，长得跟精神小伙似的，太吓人了。你不知道他还朝着我走来，吓得我当场拉黑了。我说完这句话，突然感觉对面点菜的陆舟抬眼看了我一眼，一定是错觉。小美压低了声音，不是吧？你不是说听他声音一定是个大帅哥？我咬牙切齿，别谈了，你要是见了，屁股也得绑上火箭点火就跑。我跟你说，声音好听的男人果真不能信。陆舟手里厚实的菜单啪的一下敲击在桌上，吓了我一跳。我想着要开始吃饭了，于是终止了话题。很快菜一一上桌，真不错，都是我爱吃的。但是很奇怪，怎么都是我爱吃的？饭局很好，吃得我满是欢心。毕竟转一下是自己喜欢的菜，再转一下又是自己喜欢的菜，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美了。整个吃饭过程中，大多男的忙着敬酒，许多女的忙着化妆，大家都各自有事，各自忙碌。突然，和我一直不太对付的曲珍说，宋小小，我还没见过你这么能吃的女的呢，就没看你停过筷子，还不是和你一样，管不住嘴。我生平最烦这种公共场合踩低别人的人。你这吃法，旁边人都没得吃了，桌上菜这么多，现在还剩了许多。这话根本就是想让新上任的老板加深对我的印象。你哪只眼睛见到我吃的多了？再说了，我吃你的了吗？我吃的可是陆总的。换言之，陆总没说话，他凭什么说话？他还想说话，众人却听见陆舟轻声笑了一下。不笑还好，一笑我更惊慌了。这人怎么笑起来也和我那精神小伙相亲对象一模一样啊！这疑惑就持续到第2天，陆总公开了自己的微信用来办公交流。我一看，终于松了口气，果真和精神小伙不一样。结果没多久，我接到了陆总的一条语音微信，宋小小，请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，我滴个娘爱，能不能别用这种声音说话啊？我怕影响我判断事物的能力。
更怕我沉浸在失恋的痛苦中无法自拔。陆周半天没说话，只是在翻阅手上的资料。我站在对面越发有些紧张，新官上任3把火，不能先烧我身上吧？我咳嗽了一声，打破了平静。陆总，你喊我过来，请问有什么事？陆周放下手中的文件，突然问了我一句匪夷所思的话。虽然我刚接手这个公司，但是按照惯例，这时候公司会组织团建。你看去哪里比较好？可以给点建议，这种问题应该问我吗？这种花钱的大事让我来说，是为了用同一种声音让我爱情和事业双双遭遇滑铁卢。我不禁思索了一下，最后开了口：陆总，公司团建一直就是找个饭店吃顿饭，不想出去玩。陆周突然问我，想倒是想，但是做人心里也得有数，就这公司的业绩，只怕不合适。除了积极加班，这公司还没什么期望你有想法的活动。我摇摇头，的确一直没考虑过这个问题。他突然自顾自地说，那就滑雪吧。我思索了一下，拉黑精神小伙的前几天，我刚和他说过不要一起去滑雪。现在陆周又突然提及滑雪的事，我瞬间就走了神。这就不得不夸一下公司的保洁阿姨，玻璃擦得锃亮，我出门恍惚间直接撞了上去。我红着眼出门，众人纷纷围上来问我发生了什么。我捂着鼻子疼得说不出话，众人又纷纷理解，你还年轻，以后饭桌上说话别那么冲。你看，挨批评了也就屈真得意地冲我笑。都说了吃相难看，说他还不承认，我没理他。主要我也懒得说滑雪的事，万一最后落了空，我可不想整个公司的人恨我。我看着角落在玩手机的保洁阿姨，不得不上去夸一下。袁阿姨，就属你擦的玻璃最干净。袁阿姨正在手机上捣鼓东西，闻言毫不避讳继续操作，边操作边骄傲，那可不是我自吹，我可厉害了，果真是厉害。我太合金狗眼一下子就扫到了屏幕上银行账户里的数字，我脑中数了半天，这才发现最淳朴的数学还是得个10百千万这样一个个数下去。而保洁阿姨果真是来体验人生的富婆啊，难怪她说我只想找个活干就行，工资多少不妨事。这会精神小伙也拉黑了，我一时间不知道和谁感慨人生，做什么不好，非要骗人网恋，这人还好意思说自己当初是校草呢？谁家的校草头顶的草都枯黄了。结果没2天，团建去隔壁市组织滑雪温泉一条龙活动的通知就下来了。什么？这陆周居然主打一个真诚。我看着办公室里忙着选性感泳衣的个别女同胞，总觉得这个行程充满了未知。不过大家来这家公司第一次有这样的待遇，每个人都充满了喜悦。团建当天，一个个欢声笑语，很是激动。也就2天的行程，屈真更是夸张地带了一个大行李箱。公司发的通知说是8点半集合，结果我到的时候，大巴车里已经坐满了，一个个都在抱怨，宋小小，你怎么来的这么晚？都等你了。我看了看时间，还提前了5分钟，也没迟到啊。想着估计大家激动都来得早，只能连连道歉。结果定睛一看，整辆车剩余的位置只有最前排的陆周那排的里座。我用眼神询问小美，小美用手势乱比划了一通，鸡同鸭讲了半天，最终我认了输，总不能让一车的人等我吧。于是我轻声问，陆总，要不你坐到里面，没有别的位置了？
陆周闻言却是双腿往外一让，我只得越过他往里挪，总觉得有些莫名的尴尬，让我耳根红了一红。特别是他的眼神一直不避不让，一直跟随着我。谢谢，陆总。说完这话，我才松了口气。一路上，我不是玩手机就是抠窗户，最后还在公司群发了一句：救命！和大 boss 坐在一起怎么这么尴尬啊？有人提示我，和大 boss 坐在一起尴不尴尬不知道，我就想知道大 boss 看到消息会不会尴尬。我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已经没法撤回了。之前的 boss 从来不爱在群里和我们员工和平共处，我都忘了陆周一来就有女同事给激动的拉群里了。我猛然抬眼看了一下陆周，他用那个熟悉的声音问我，怎么，宋小小，你很讨厌我？我立刻摇头，陆总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那和我坐在一起有什么尴尬？想了想信用卡欠的钱，为了这份工作我也是可以忍辱负重的。陆总，你是公司老板，更何况你长得太帅了，我每一次看到你我就莫名的紧张。他突然笑了，谢谢夸奖，但是下一句话就是，虽然你夸我，但是我罚你回程还坐我旁边很快。我就在想，也不知道他后没后悔这个决定。因为车程太长，我睡着了。醒来的时候，我躺在他的肩膀上，我再睁开眼，他一动不动，侧脸近在咫尺。我的个老天爷啊！我把大 boss 肩膀睡了，这可怎么是好？宋小小，你怎么脸这么红？一下车，小美看见我就问。我低头不敢看陆周，好在他已经快步走了。我喘了口气问他，你怎么不给我留位置啊？冤枉啊！我留了啊，谁知道你来这么晚。他指了指远处的曲真。我跟你说，他本来倒是想坐到陆总旁边的，结果陆总那大长腿就在那一直愣，愣是没有让的意思，原来还是自己迟到惹的祸。我不免点了点头。再说发的通知8点20分前，你自己迟到了怪谁？小美一句话让我彻底傻了眼。我收到的通知明明是8点30分啊！还没等我追问，突然有人回头催促，宋小小，你们俩快点！一打岔我就忘了这茬，先把行李放好，一起吃了午饭。我和小美住在一间，稍稍休整一下，大家就去酒店配套的温泉了。一路上大家都在跃跃欲试，说能看到陆总的腹肌和长腿该死怎样的场景。结果换了泳衣出来，陆周让人大失所望，都是长袖冲浪服形式，和我一样，上上下下都裹严实了。现场的女人一片哀嚎，怎么回事？陆总，你怎么这么保守？都现代人了，谁穿这样的泳衣？陆周的眼神立刻扫向了我，于是旁边也有人跟着附和。怎么宋小小你也穿这样？就是，你和陆总好像情侣泳衣啊！也不知道谁嘴快念叨了一句，搞得我立刻有些尴尬。不会说话你倒是少说点啊！我立刻说，就是我山顶洞人行不行？这么冷的天我体质寒不行吗？说真的，虽然是温泉，但是出来的时候还是冷的。性感泳衣还真的是要点本事。我拉着小美一起到温泉里去，温泉种类特别多，各种味道和花样，我和小美满场跑，玩得不亦乐乎。玩着玩着，我想上厕所，温泉这里的厕所排着队，于是我自己一个人回头去酒店房间。刚走到房间走廊，就看见曲真和一个男人两个人抱在一起互啃。曲真穿的性感泳衣，
男人在他身上各种肆无忌惮，这男人我一眼就认出来了，是公司长期合作的男客户。男客户还一直是宠妻狂魔的形象。我趁着他们没注意，想退出来，结果猛然被一个人拉到了房间。房间门刚关上，就听见外面屈真的声音：谁？我的心狂跳，可我发不出声音，因为陆舟的手正捂着我的嘴，陆舟的手指还竖在唇边，示意我别说话。我点了点头，一点没敢动。我听见外面的脚步声走了来回2圈，消失了，这才松了口气。下一秒我才发现，我整个人就在陆舟的怀里，2个人贴得非常近。我一下子就脸红了，用手轻推了一下陆舟。谢谢陆总，他退开了适当的距离，却笑着问我：你想怎么谢？还能怎么谢？口头感谢，你总不至于想让我花钱吧？他突然说：正好我这里有一件棘手的事，就差个女人。什么叫就差个女人？我一听这话立刻摇头。陆总，这不太好。他疑惑地看我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就请你帮个忙。他说着手机响了，正好，你只要帮我接个电话就行。哪里是电话？这分明是视频啊！只见对面是个中年女人，但是看着和陆舟有几分相似。陆舟，我让你这周去见见周氏家的千金，你要是再跑，我就把你腿打断。好家伙，总裁的妈妈也这么厉害。只见陆舟淡然地说：妈，我和你说了，我不需要见别的女人，你都多大了？你不见见人，你想单身一辈子？陆舟妈妈越说越激动，我看热闹正开心，镜头突然转到了我这里。陆舟张口就来：妈，我说了，我有女朋友，我们在度假，现在和他正准备去游泳，你能不能别打扰我？我惊得差点咬到了舌头，结结巴巴一时间只憋出来了一句：阿姨好。陆舟把手机转了过去。我说了，我没骗你，我不需要和别人联姻，我有喜欢的人。陆舟妈妈却突然变了一个语气：哎呀，乖儿子，你镜头转这么快干嘛？真漂亮啊，这小姑娘。你们俩在酒店吧？得了得了，你们玩，妈就挂了，记得下回带回家来吃饭啊。说完要说的，阿姨直接挂了电话。我顿时有种上了贼船的感觉。陆总，你说的帮忙居然是这个？没事，我就是应付一下他老人家。说完了，似乎怕我不放心，回头我会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。这给人一点反应的功夫都没有，我就参与了一个真假女朋友的角色扮演。看来现在的总裁替身文学玩得很溜，那一人一次都公平，以后谁也不欠谁。我想了想，准备开溜。陆总，我要先走了，我出来太久了，我怕小美找我。她点了点头，没说什么。而我急匆匆回到温泉池子，小美立刻说：你哪里去了？你再不出现，我都打算去茅坑捞你了。可能中午吃坏了肚子。没多久，陆舟也出现了。许是因为出来度假，大家胆子大了些，有人就大胆地逗着陆舟说：陆总，你消失这么久去哪了啊？上厕所。陆舟面不改色，心不跳，这也上太久了吧？可能中午吃坏了肚子。陆舟湖州的本事和我真是有的一拼。只听耳边的小美立刻就笑了：要不是你俩一个女厕所一个男厕所，我还以为你们结伴上厕所了。猜得这么准，要不要买彩票啊？你不在的功夫，大家给你评了个身材第1名。小美凑过来得意地说：你不知道，可把那2片布料的曲针那大脸盘子气绿了。得了，这些比较多没意思，
还伤感情哎？那曲真欺负你的时候，他怎么不说伤感情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拍了拍他。以后有这种比赛，记得把脸蛋也放上，让我得知体美劳全面第1名。小美被我深深的折服了，她冲我比了个倒立的大拇指。温泉真没什么花样，因为玩得开心，大家体力消耗都大。晚上聚餐，一个个开了不少酒，气氛到位了，大家提议不醉不归。我跟着也喝了些啤酒，很快就觉得自己醉了。小美拉着我说小猪佩奇喜欢跳水坑，我拉着小美问美少女战士变身时间为什么那么长。迷迷糊糊间，有人拖着我回去，你的房间是几号？死小美，我和你一个房间，我怎么知道我几号？我和你一个房间，我含含糊糊，差点没咬到自己舌头。有人在我裤子口袋摸，房卡呢？小猪佩奇，怎么回事？房卡不都在你口袋里吗？我又被拖着走了一会，一个踉跄，被小美搂住了。我挂在小美身上，酒精上脑，摸了摸她的胸前。小美，你这里怎么平了？还帮硬说着，还噗噗敲了2下。再次醒来，我看见陆舟坐在桌前正在办公，这样看还挺帅的。起猛了，有幻觉了，再睡会，再次醒来，又起猛了。陆总，我怎么在你的房间啊？我问得极为忐忑。我看你喝多了，准备送你回去，你闹着要睡觉，而且你身上没有房卡，房间号一问3不知得，都是酒精惹的祸。对不起，我猛然深深鞠了躬，一点也没含糊，倒是把正在办公的陆舟吓了一跳。我不应该喝那么多酒，不为其他，主要昨天我摸了又摸，还叮嘱他，出门在外记得穿内衣。谨防性骚扰，现在看来，自己才是骚扰的罪魁祸首。我还是想解释下，昨晚我喝多了。陆总不知道我有没有做点什么不太好的事，比如呢？这让我怎么正大光明说出口啊？于是我打算含糊就当过了，放过自我。结果他又接了一句，你摸都摸了，说也说了，你才知道不好。老脸就差用牙挖第3尺，自己把头种下去埋了。宋小小，你是女人，以后在外面喝酒，请知道自己是几瓶的量。他居然主动转了话题，我点头哈腰，万分讨好。4瓶，他脱口而出，我一时没转过弯来，以后超过4瓶就别喝了，很容易不安全。他怎么知道这数字的？我都没注意啊。大家换上厚重的滑雪服。什么？陆总又给你开了一间房？小美这嗓门一出，我吓得直接捂住了她的嘴。你可别说出去，我觉得万分丢人。别提了，我昨天以为送我回去的是你。模糊间有人问我房间号来着，我还责怪他都是一个房间的，问我做什么。别说这个了，我还上下其手了。啧，小美摇摇头。我说我醒来没看见你，不过昨晚我也喝多了，压根不记得了。滑雪我真的不会，只能在平地上溜达溜达。很快就看见陆舟从很高的坡上滑下来，整个人潇洒极了。别提公司的女同胞，就连旁边10岁的小姑娘都在跟着呐喊。这玩意整个就不便利，我玩了一会就失去了兴趣。主要宿醉刚醒，就是洗了澡还有些头晕，于是我准备挪到人少的地方歇歇。走到一个拐弯的地方，也不知道谁撞了我一下，一下子朝着另一个方向坡度陡的地方滑了下去。这可不是新人的赛道啊！我吓得大叫，刚刚教练教的知识直接从脑中抽离，速度就越来越快。陆舟听到我这的动静冲了过来，
很快就滑到我旁边，但是我根本刹不住。最后陆舟没办法，整个人拉着我一个大劲直接把他压倒在地上，我的唇落在了他的唇上。我急急忙忙抬头，头发又勾在了他的衣服上，一拉一扯，又落了回去。好家伙，一个不够还来俩，因为力量太大，我这牙直接磕到了他的嘴角。他眉头一皱，唇角好像破了皮。他们快来了，陆舟靠着自己起身把我拉坐直。你没事吧？我倒是没什么事，就是看着他不像是没事的。抱歉，我不是有意的，好在离得远，没人发现，还亲到了陆舟。刚刚怎么会突然冲下去？两个人的对话没进行下去，因为同事们都不会滑雪，这会才一个个慢悠悠赶来。大家自己都站不稳，真的是七手八脚才把我扶起来。摔疼了是吧？小美有些心疼我，看你一下子就窜出去了，还越来越快，真是吓死我了。多亏了陆总，但是我说话就差一脸哭腔了，关键我还给人亲了，我也是吓死了。乱亲人要是犯法，我就是罪上加罪。那是，都当你人肉垫子了。小美越说我越慌。午餐的时候，有好事者看着陆舟的嘴角调侃，陆总，你的嘴角上火了吗？陆舟修长的手指摸了摸唇角，眼神却瞟给了我一下，却露了几分笑容。没有，被个蚊子咬了，气氛一直很活跃，导致众人说话也发没有顾忌。有人直接调侃，哪来的母蚊子，专盯帅哥的嘴，我看是个色蚊子，抓到了一定要好好赏一个雷达，杀杀杀！这么冷的天还有蚊子，真是色胆包天。我越听脸越红，头也越低，我恨不得也当个蚊子了。小美在我耳边念叨，没一下她突然问，宋小小，你脸怎么这么红？这该死的闺蜜，这种话说这么大声。一下子全员盯着我看，这里空调打得太足，你们不热吗？外面冷，这里的空调的确挺暖和。说着，我为了掩饰我的尴尬，还把外面的大衣给脱了。吃完饭就是回城，我一上车，大家自动把我推到了陆舟旁边，还美其名曰，陆总可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好好感谢一下人家。我可怎么感谢？拿命换嘛。正值午休时间，大家玩得累了，一上车一个个都睡着了，我也昏昏欲睡。可是我一想到之前睡醒是在陆舟的肩膀上，就吓得硬撑着，越撑越累，靠着玻璃颠得脑壳子疼，靠着椅背也不舒服，最后干脆头往前一抵，贴着前座睡吧，睡得朦朦胧胧，一个急转弯，我这脑袋直接杵到了陆舟的大腿上，我一瞬间就清醒了。我抬眼看了一下陆舟，他居然闭目养神，没有反应。庆幸，我悄悄起身，这会也不管不顾了，直接睡吧。果真起来的时候，我还是在他的肩膀上，不过这次倒霉在别人看见了，曲着那嗓门直接吼的司机都回过来看我。宋小小，你怎么靠在陆总身上睡啊？怪不得要和陆总坐一块呢，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？被陆舟取消的时候还会害羞，被他说我只想反击，我只是太累了睡着了，没注意，你没必要说的这么上纲上线。我转头对陆舟说，陆总不好意思，刚刚睡得太死没注意。陆舟回了一句，没什么事，不用想多了，散了吧。下了车，小美笑嘻嘻和我乐，刚刚羡慕蚊子，这会羡慕你，这种好事怎么被你轮上了？靠着帅哥睡得挺香吧？要不你试试？呵，
要是知道蚊子也是我，估计更羡慕，那我可不敢小美耸耸肩。结果回到家没多久，陆周就找上门来了。周末一大早一开门就是陆周，我以为眼花了，门猛然关上，下一秒我又打开门，他果然还在。陆总，我以为眼花了，你怎么会出现在我家门口？有点是想请你帮忙。陆总，你客气了，我连忙打乱。我拒绝他的手，直接一撑，我的门没关得上。这时我妈听见动静，立刻问：小小，怎么了？一大早谁呀？没事，妈。送快递的，我妈没搭理。我刚想松口气，就听见陆周喊了一声：阿姨好，我叫陆周，是宋小小的朋友。陆周被我妈热情地留下来吃早餐。我有些不能想，堂堂大总裁为什么在我家举着大油条？小陆啊，要不要再吃个包子？我的妈哎，你怎么小陆都喊上了？你就不怕你女儿失业吗？我胆战心惊，看着陆周顺从地拿了一个肉包，继续吃了起来。劝说的话就咽到了肚子里。吃着吃着，我妈又开心地问：小陆，要不要再吃个鸡蛋？够了，妈，你当喂猪呢？这话一出，我妈愣了一下，随后抽了一旁的书就拍了过来。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你有没有教养？全场都愣了，特别是我。我赶紧回答：教养有是有，可能不够多。我笑着和我妈嬉闹。陆周的话却让我左脚踩右脚。他说：我想明天邀请小小去我家，你怎么能喊上小小了？我的天，你和我妈都是哪来的激进派啊？我妈立马大膀子一挥，直接拍在我后背：去，能去，指定去。妈，什么跟什么啊？我指着陆周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公司老板。我妈一听这个就慌了：陆领导啊，我们小小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好？没有，挺好的。陆周笑了笑：阿姨别紧张，这是小小在吓你。虽然工作上我是他的领导，但是生活上我是他的男朋友。我妈两眼放光，这么好的女婿，打着探照灯都难找。他出门跳广场舞，每次听见别人抱孙子了就回来念，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抱上外孙女哎。小小的一团多可爱哎，我每次都当我听不见。这把好了，我妈趁着陆周不注意的时候，直接拉着我说：丫头，你可以啊，什么时候能找到这么好的一个小伙子了？人看着就精神，他骗你的。我实话实说，你小子，你是骗了人家不想负责啊。我妈的脑回路就像我一早上喝了咸豆腐脑，又喝了甜豆腐脑，再加上肉粽和甜粽，各种味道交织起来，混混又顿顿。阿姨，我会做得更好的，让小小接受我这人倒委屈上了。这么会演，怎么不去娱乐圈啊？看脸就是站在台上讲冷笑话也能成个门面担当。陆总，你这会开什么玩笑呢？我虽然觉得他人挺好，但是话也不能乱说啊。你要是非要说喜欢我，我可要和你借钱了。陆周直接掏了手机，里面的照片是我靠在他肩膀上熟睡的样子，我感觉像证据确凿，无法抵赖。狗男人，什么时候学会自拍了？而且好好的你拍这个做什么？我妈看完了，满意的一笑，转头怒目盯着我：宋小小，我让你赶紧谈恋爱，可没让你把恋爱当游戏。我被我妈批判的躺在家思索人生的时候，我的卡里多了10万块。为什么是我？我穿着简单来陆周家，陆周一点没介意。
你不是说你会自己解决的？我这就是在解决。陆舟看着我，之前你这个脸在我妈那里过了眼，我还说我爱你爱得很深，我要是突然说分手了，是不是太假了？我点点头。我妈喜欢举止端庄，行为安安静静，说话轻声细语的，长相温柔的小姑娘。我点点头，能理解。所以你只要表现得不符合她心目中的要求，这事就迎刃而解了。我点了点头，听起来还真有那么回事。于是刚到陆舟家别墅门口，我就看见视频那头熟悉的脸，我直接冲了过去抱住。阿姨好啊，终于见到你了，总是听陆舟提起你，我一直想来见见你，够虎了吧？果真，陆舟妈一下子被我镇住了，半晌才拍拍我的背，来了就好，外面冷，我们进去说。不得不说，陆舟妈准备得很充分，桌子上各种水果，厨房还有阿姨在准备，饭香弥漫。我立刻大大咧咧坐在座位上吃了起来，还顺便问陆舟，你不吃点？陆舟一脸宠溺地看着我，你吃吧，你小子演得还挺像。这时陆舟妈又走过来，陆舟说你喜欢吃榴莲，还喜欢什么？开榴莲盲盒，今天正巧买了几个，你赶紧来玩，第一次上门玩开榴莲好吗？他怎么知道我爱吃榴莲？但是我很快就沉沦了，开了一个兴奋极了，出肉率很高，是个有道德有思想的榴莲。于是我兴奋地拉着陆舟就喊着葵花点穴手，说完我的手就点在了陆舟的腰上。怪我，本来想点后背的，地板有点滑，一个没刹住点成了腰。只见现场的氛围立刻变了，就这还治不住阿姨。陆舟比我想的还配合，她一动不动，宠溺地看着我，好了老婆，快点给我解开，咱妈还看着呢。莫名的，我脸有些发热，耳根子都红了，我只能伸了手指又点了一下。陆舟恢复了行动，笑着和我说，别吃多了，我妈有2道拿手菜，不吃就亏了。等等，我终于发现哪里不对劲了，我们在闹，阿姨在笑啊，她分明没有一点嫌弃的样子啊。上了桌，我忙着左一个好吃，右一个太香了，食量巨大，能不大吗？我早起就没吃饭，提前准备的。结果阿姨准备给我夹菜的时候，陆舟说，别，她不喜欢苦瓜。后来她把我喜欢的菜都转到了我面前，我疑惑就越发的大了。这顿饭吃的我不知道如何应对，直到阿姨笑着说，陆舟能这么喜欢上一个姑娘，我很欣慰。不对，这剧本不是这样写的啊，你不知道，陆舟之前总骗我说有对象，我都担心他要孤寡一辈子了。我心里叹气，这总裁也不好当，各有各的烦恼。你们俩都谈了1年了吧？陆舟妈感慨，要我说你们早点结婚得了。陆舟，我和你说，这么好的女孩子人人喜欢，你不早点定下来，被人抢走了怎么办？什么结婚？不是说的喜欢举止端庄，行为安安静静，说话轻声细语的，长相温柔的小姑娘吗？这陆舟还一本正经胡说八道，好再不知道自己上当了，就真是蠢了。从别墅出来之后，我看着陆舟不免带了火气。我说，你要是这么认定我，我可要狮子大开口了，你就等着以后哭。悉听尊便，他居然很认真地问我，你想要什么？要不我们现在就去？你不是开玩笑吧？我想到了我那死去的网恋，我实话跟你说，我可是刚刚失恋，走出失恋最好的办法就是迎接下一场恋爱。不，
我沉迷这场恋爱太深了，那为什么会分手？我咬牙切齿，因为对方属狗，专不干人事，那不妨找我试试。我不属狗，周一大早，办公室就热闹，一看大家的阵型，就知道一定有八卦了。我凑了过去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大家指着陆周的办公室门，诺，听说老板娘来了，都进去快半小时了。你说他们在干嘛？我突然心里有点不舒服，这家伙有对象了还找我假装，感情是拿我当挡箭牌出丑，以后正派女友出场一对比，那就高下立见啊。我刚给自己安排好了角色，就看见办公室的门开了，愣神间，所有的同事已经一溜烟回到座位上埋头工作，也就我还傻愣愣站着。出来的女人举手投足间皆是风情，你不得不承认她是个大美人。陆周跟着美人前后脚出来，看到我处在这也愣了一下，他对着美女说，以后别来了，我们不可能，我有喜欢的人了。一句话吓得我赶紧往工位上溜。美女对着他说，你我可是娃娃亲，你别想甩开我。又一句话吓得我赶紧埋头在键盘上敲击。过了一会，陆周走到我跟前，修长的手指点在我的桌面上，别敲了，还以为你玩劲舞团呢。我学着躲开陆周，这个容易也不容易，因为我的办公桌就在他的办公室正对面，每次他办公室一打开门，我就能看见他的身影，偶尔我还能和他对视上。我每次慌张地躲开视线，我都懊恼万分，贼没当上，心倒是虚上了。临近过年，公司举办年会，陆周说可以给我们请个明星来镇镇场子，大家兴高采烈的一致认为陆周是开玩笑的，所以我们不知天高地厚，直接选了个当红小生秦佐。结果陆周一听说就连连点头，这个没问题，这个我熟。年会的当天，大家都傻眼了，合着陆周没有吹牛啊，甚至有女同胞哭号自己没有穿更漂亮的裙子来参加。秦佐搂着陆周，看起来很熟的样子，一开始就在酒店等着我们，所有人都沸腾了。秦佐还真不是只唱2首歌就消失，而是全程陪着我们一起玩。年会有人上台表演，有人做游戏，等到玩真心话大冒险的时候，秦佐直接把陆周拉上了台。不得不说，陆周的手气真不好，第一把就抽中了，他直接选了真心话。秦佐这个人很有意思，直接问了一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，陆总，请问你现在单身，那之前有谈过恋爱吗？众人的目光都注视着他，他拿了话筒缓缓说，之前有过网恋，但是被他抛弃了。我心里一个咯噔，没几轮又被陆周抽到了。陆周这次选了大冒险。秦佐倒是叹了口气，有点可惜，我还指望你选择真心话呢。这样吧，你把我当你的网恋对象，你说句最想对他说的话吧。说着，秦佐移动了位置，背对着我们。我看着陆周目光对应的方向，就在我正前方，他缓缓开了口。我只想说，你跑得真快。秦佐跟着接了一句，还真是很特别的一句话呢。现场一片哗然，一直到年会结束，我脑中都没有拎清状况。散场的时候，小美还拉着我念叨，到底是何种人物能把陆总给拒绝了啊？不是我自作多情，联想到我觉得他们俩一模一样的声音，又想到一些巧合，我总觉得他在说我。本来已经适应了的声线，现在又开始越听越奇怪了，莫名有种熟悉感，
让我有些慌张。手机里很快来了电话，里面又是那个熟悉的声音，要不要和偶像一起吃夜宵？我愤怒地妥协了，但是一到了包厢，我直接挨着秦左就坐下了。陆舟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，不太好就对了。我一直和秦左嘻嘻笑笑，愣是没搭理对面的陆舟一句。突然秦左笑着说，其实让陆舟网恋是我建议的哟，这话题很有趣味性，是他朋友都知道，他有些恋爱无能，像极了孤寡老干部。我就开玩笑说，不然你去网恋。过不久他就和我说他有女朋友了，我说让他带出来给我看看，结果他说对象是网恋来的，我也担心他受骗，结果他说他相信对方，结果也就1年，他说他网恋对象把他拉黑了。我看了陆舟一眼，这回他似乎没了底气，笑容都带了几分讨好。你是永安，我说的是网名。对面的陆舟点了点头。你一开始就知道我是安心，我越发没好气。他也点点头。你来我们公司是故意的吗？话我是问了，心里想的却是，不是吧？结果他也点了点头。那你为什么瞒着我？这会他也很委屈，直接走到我身边。我想我要解释一下，那天我车子到了约定的地方，有个老爷子就躺我车前面了，碰瓷。我疑惑地看他，他直接把我拉了起来，离他远点，他女朋友太多。秦左立刻说，小心我告你诽谤，你别听他的。我也就谈了6、7个，我解释了很久我有行车记录仪，他还是拉着我不放。好不容易我报警解决完去找你，刚想和你打招呼，你就直接跑了。我给你打电话发现你已经把我拉黑了，我也不明白自己做错在哪了，你就这样拉黑我，我不免要给自己解释一番。主要那天我们俩对的口号，对面有个男人也和你搭配一样，就是看起来是个精神小伙，像个非主流。他还真朝着我走过来，我以为你骗我，我就气得走了。秦左这时候笑得哈哈的。你不知道你们说见面那天，我们好几个人给他出主意，他还在后备箱给你备了一车的各种玫瑰，这回轮到我不好意思了。这会他突然走到我跟前，直接牵住了我的手，狗我也给你养了，要不要去我家看看？我想到网恋时期他说的，然后有种不祥的预感。狗，你不是说建国吧？建国，这是你妈妈。我眼见着眼前这只朝着我摇尾巴的金毛憨厚地看着我，你怎么想得起来叫它这个的？虽然的确是我起的，可是这名字真的是我开玩笑的啊，不是挺可爱的？他看着我，也不知道到底说的是狗还是我。以后带你去买只猫，就叫铁柱。我想了想，还是得说，那个，之前是我误会你了，但是你可以说啊，何必隐瞒我这么久？我不明不白被拉黑，怎么敢轻举妄动？他笑了笑。后来我想着就收购一家公司，也不是大的问题。网恋1年以来，我唯一觉得不好的地方就是他这人有时候有些夸大，现在看来，人家只是在陈述事实。当初网恋的时候，这个人说自己186，长得还行，现在看看，倒是我赚到了。他看着我傻笑，突然问，宋小小，我们这个见面，你觉得我过关了吗？看着他期待的样子，我也不好拒绝。下一秒他把我抱起来转，傻建国跟着绕着我们继续转悠。这会门铃响了，我去开了门，去看到上次办公室见到的那个美女气势汹汹地看着我。你是谁？我有一种我不幸当了小三的窘迫感。
我甚至怀疑陆舟是不是都在骗我。陆舟走了过来，看见来人，宣应，你怎么来了？叫宣应的指着我。陆舟，我问你他到底是谁？他手上还拎着食盒，我想着亲手给你熬汤，你却带别的女人回家，大战一触即发。陆舟直接说，她是我女朋友，她叫宋小小，宋小小。她叫宣应，我们的父亲关系比较好。你好，我伸了手过去，对方直接理也没理。你拒绝我是为了他，你不是说你不喜欢别人去你家？不是。陆舟摇摇头，我只是单纯的拒绝你，和他没关系。在认识他之前，我依然会拒绝你。傻建国冲着门口叫唤，狗仗人势。他丢了这句，嘲讽地看着我，也不知道说我还是说狗。陆舟，他家到底什么背景？能在生意上帮你吗？他不需要在生意上帮我。陆舟还在一边斯文的劝解，我是找妻子，不是找合伙人。陆舟还是脾气太好了，我直接拦在陆舟面前，只是淡淡问了一句，宣小姐，你们认识很久了吧？他很想说什么，最后却生气地走了。我和陆舟感情很快升温，然而迎接我的却是陆舟和宣应接吻照，还是媒体偷拍的版本。陆舟站在那里没有动，宣应像是扑过去直接吻了上去。虽然两个人都是侧面，但还是一眼看得出来是谁，只是看不清他们的表情。我就说吧，他们果真是一对男才女貌，多配啊！就是你们听说了，这个宣应可是宣家的宝贝千金，总之就是你懂的。强强联合，我看到新闻的时候说不出来生气还是无奈，可我不是没嘴的女人。现在我好不容易在感情上有了目标，哪能就这么认了？我打电话过去，陆舟的手机关机。我去陆舟家别墅，家里一个人没有。陆舟好几天都没来上班，公司一切事情都是通过文件处理的。我闷闷不乐间，有人突然说，这陆总是怎么了？你们说，不是要忙着结婚去了吧？结婚就结婚，连电话都不接是怎么回事？我边听边握紧手机，又一次尝试还是失败。陆舟已经失联好久了，那等好久，终于有了他的消息。再见他又是在新闻里，是1个月后他和宣应订婚的新闻。陆氏和宣家联姻，自然引起了各界的关注。订婚现场我也来了，应该说，整个公司的同事都被邀请过来了。请帖还是宣应发的，而在这之前，我收到了一条陌生号码的信息，相信我，等我。我知道那是陆舟给我的信息。在同事惊讶的眼神中，陆舟的妈妈一看到我，拉着我，孩子，是阿姨对不起你，阿姨，我联系不上陆舟，孩子，要不就放弃吧。陆舟这孩子他话还没说完，陆舟就和宣应一起出来了。宣应穿着礼服，挽着陆舟的胳膊，整个人容光焕发。他一眼就看到我，对我露出挑衅的表情。而陆舟整个人看起来倒不像是来订婚的，面无表情，更像是参加什么严肃的会议。我看着他，陆舟看了我一眼，对我微微的点头，眼神就错开了。我站在台下听双方的父亲侃侃而谈。很快到了陆舟说话的时候，他上台还是看了看我，他说，我喜欢了一个女人很久，她陪着我哭过笑过，我们一起商量去海边去游乐场，还要去爬雪山。我还有很多事没有和她一起做，这样我觉得我的人生是不完美的。说到这，除了一旁脸色巨变的宣应，
众人还欢声笑语，以为他说的是一旁的宣应。接着他说，虽然用这种方式告诉大家十分遗憾，可是我依然要说，我爱的人他就在现场。他叫宋小小，说完，他就下来向着我的方向走来。宣应一下子大叫起来，他在陆舟的背后冲着他发火。陆舟，你原来是在骗我，你别想我爸帮你家。不需要。他回头看了一眼宣应，男人也不应该只依靠女人的混账东西。陆舟的爸爸一下子冲过来，你为了外面的女人就这样对宣应，你是不是男人？这句话我倒是想问你。陆舟看着他爸爸半天没说话，你是不是男人？陆舟的妈妈赶紧上前劝说，这么多人呢，还嫌不够丢人。陆舟妈妈各种赔礼道歉，送走了参加订婚宴的众人，这才给了机会让陆舟继续说话。有你这么和你老子说话的吗？陆舟冷笑，那应该怎么说？谢谢你这么多年让我妈一个人生活吗？我突然觉得我不应该留下了。你选择我妈是因为她是个适合的结婚对象，可你并不爱她。他又对着宣应的方向说，我们认识这么久了，我也不想骗你，我真的娶了你，可怜的只能是我们两个人，也或者……陆舟又走近他爸爸，你可以介绍我那弟弟给宣应认识，说不定还能是一家人。陆舟爸一巴掌差点扇到陆舟脸上，却被他一把挡住。我不是小孩子了，你以为我为什么现在才和你对抗？陆舟笑了笑，你想要陆氏，随时拿回去，送给你宝贝小儿子也行。不过，我觉得以他的能力，你最好做好心理准备。说完，他就拉着我准备离开，然后也对着他妈妈说，走吧，妈，你想离婚，我会支持你的。从那一刻，我终于明白，为什么秦佐说他恋爱无能。逆子，你给我站住！他回头看了一眼，今天这个订婚宴，我可是请了媒体的。你若是不想我弟弟曝光，我劝你别再拦着我。他紧紧地握着我，走得飞快，我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。这么久的时间，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努力。突然而来的心疼，让我红了眼眶。怎么了？注意到我情绪低落，他有些着急。对不起，这么久没联系你，我都怕你不要我了。我没有，我摇摇头，我只是担心你，你这样可以吗？傻小孩。他停下来，突然把我抱起来，我这么久没找你，只是怕他们伤害你，而且我需要一点时间，以后别人再也动不了我们了。我被他一抱，整个人悬空，我只能死死搂住他脖子，放我下来。我恐高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他却说了一句，谢谢你，愿意等我，明明是你自己发信息让我等你的，我说什么你都信。他把我放下来，那我说我喜欢你很久了，你信不信？我知道啊，我们不都谈了1年，不，比这个更久啊。我更震惊了，你之前就认识我？是啊，怎么认识的？你嫁给我的时候，我再告诉你。番外，陆舟，我母亲是个很乐观的人，即便这一辈子只有她和我2个人，她依然喜欢欢乐的氛围。她觉得她当千金小姐当得太久了，她甚至说，她有时候就羡慕别人能够洒脱甚至跳脱。于是我就骗宋小小说，我妈喜欢举止端庄，行为安安静静，说话轻声细语的，长相温柔的小姑娘。其实我也就是想让她放松点，别那么拘谨。我纯粹想让她尝尝我母亲的手艺，我也想让我母亲的手艺有第2个人欣赏。我甚至还和我母亲说，
我这辈子就认这个老婆了。但是他现在对我还有些抗拒，说是因为我和他之间家庭背景差得太大了。他给我拍胸脯保证，放心，妈给你拿下来。你不是说他喜欢吃东西？妈这个拿手哪里是做菜拿手，只是因为这漫长又可悲的婚姻岁月里，他把我带大了之后，找不到别的出路宣泄。其实这是放在1年多以前，我都不会相信我自己会恋爱。我父母的婚姻并不幸福，我父亲早早就在外面养了别的女人，他为了扩大生意和我母亲家联姻，但是他爱那个女人，更爱那个女人生的儿子。如果不是因为我那个弟弟被他们宠得太过愚钝，我觉得他可能会连公司都送到他手上。他有爱，但是也不多，毕竟他是个商人。秦佐劝我网恋的时候，我一开始笑他，我说我这辈子不需要恋爱，也不需要婚姻。秦佐笑着说，我和你说嘴犟的人最适合那个怎么说的追起火葬场的剧情。他又劝我最近拍了个网恋的戏，你要不也去网恋算了。我脑中忽然想到了记忆中的那个姑娘。高中的时候，因为父亲对我不好，我的生活远不是什么富家子弟的待遇，但是我的生活费还是足够的。有一天有小混混找我要钱，我看着他没说话。我记得小混混当时说的是，你哑巴了，我让你掏钱。我想也没想就掏钱了，我不过是不想惹事。结果钱还没交过去，就被一个女生抢走了。别给他们，给了以后还得给。那女生好像会功夫，左踢踢右踢踢，再吼2嗓子就把那2个人吓跑了。我承认我被他镇住了，他把钱又还给了我，显得郑重又骄傲。小哑巴，以后跟着姐走，我保你平安等等。我怎么成哑巴了？你这么瘦，你这是早餐钱吧？我跟你说，早餐一定要吃，否则以后长不高长不壮。我看了看躺在我旁边的人，突然夺了他的手机。你说我现在有没有又高又壮？你还满意不？他却阻拦了我的动作。有件事我想起来忘了问你，当初那接吻照怎么回事？老婆，我真的冤枉。那会我爸让我等他，结果宣印不知道怎么窜出来，